我原来以为我的那个数字是很漂亮，可是我发现我中间，刚刚才发现中间有算错，所以呢，这个数字很丑。所以算出来结果就是左边、右边那个，希望没有算错。就是一开始是很简单的向量，然后这三个你很容易检查它们是线性独立。好，然后呢，我就用那个最左边那块黑板的公式，然后找出 W1、W2、W3。好，所以就根据公式 ，W1 就是把 U1 呢除掉它的长度，U1 就是原来的 V1，那U2 呢就是 V2 去减掉这个 V2 跟 W 的内积乘 W1，所以我要先算那个内积，内积算出来就已经是一个数字这样子，然后大家去算，这个还好，可是呢这个有点夸张 ，V3 跟 W2 的内积呢算出来是有个5的在这里。有个负5加 i， 好像很少看，每次都是算的时候都是1、2、3，很少看到超过3的数字，只看到5，有点那个负5加 i， 然后 V3 跟 W1， 我先算复杂的，先算跟 W2， 好，然后 V3 跟 W1 内积这个就很简单，这就根号2 pi。然后最后要算 V3 就是U3 就是 V3 减掉这些，然后经过一番计算，算出来 U3是这个，如果没有算错的话。然后最后 W3 因为你要 orthonormal， 所以还得把它长度除掉，然后长度你把 U3 长度算出来是根号80。所以就把它除掉，就是再除掉4乘根号5，所以这是 W3。所以一般你要做那个，你从一组向量线性独立向量出发，你要去解那个它对应的那个orthonormal basis 是不太好算的。不过就是这样，按照定义算给您看一遍。所以看一下这个有没有问题。这个是几乎写下来就知道，就很容易检查这些性质。一下。好，所以这是例子。这个也是必考题。一定就是很直接，就是给你一些向量，然后呢，让你去找那个 orthonormal basis 出来。但是如果这种题目出来的话，数字不保证是整数，没有那么厉害。你看这个很难的，你每次都要保持是整数很困难。所以呢，就是考验计算能力。所以呢，这个 constructional， 所以它这个有个名词的，这个公式 W 到 WR 的这个公式呢，叫做 Gram-Scmidt process。所以它是一个演算法。好，你任给 W 到 WR 是线性独立的，我就可以从它去构造出，对不起，你任给 V 到 VR 线性独立基底，我就可以从它去构造出
W 到 WR 是线性，是 orthonormal basis，orthonormal set， 对不起 orthonormal set。所以呢，所以你有了这个之后呢，就可以证明很多事情。所以第一个推论就是，如果 V 大 W 是一个 Hermition vector space， 只有这个 orthonormal basis exists。直接推论就是说，这个 orthonormal basis 的存在性。因为如果你是有限微向量空间，你就一开始就取它的一组基底 V1 到 Vn， 好 ，n 是它的维度，那你就从 V 到 Vn， 你就可以做出 W1 到 Wn 是 orthonormal set。那 orthonormal set 就是根据定义，它们就已经是线性独立了，那所以它就是一组基底，所以这个推论是很显然。我就证明就不行。然后第二个是说，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如果 omega 是一个这个 positive 正定矩阵 ，definite 这个 matrix。则存在一个 A 是 n 乘 n 的矩阵，使得说 omega 是 A 乘上 A 的 star。这个推论呢比较不是那么显然。因为之前记得我们上次嘛还是前次有讲到是说，应该上次就是说你给一个inner product 的固定组基底，那你可以构造出一个矩阵。那我们之前我们有给过一个例子，就是说如果这个矩阵已经是 AA star 的话，已经是 AA star 或者说 BB star 这个样子的话，则这个矩阵呢就可以构造出一个inner product。好，那现在呢这个 corollary 呢是反过来说。就是说，只要你的任何的那个是反过来说，就是说任何的那个任何的 matrix associated with 这个 inner product 的话，它一定是长得像 AA star 的样子。所以这个推论很重要，就是说告诉我们是说如何去构造正定矩阵，然后所有的正定矩阵就是长 AA star， 你就随便给一个 A 是。不可能，那个 invertible 的 A 就是行列式不等于0，则 omega， 然后就取 A star， 那它就会是一个正定矩阵。好，这个证明呢是这样很简单。第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叙述里面呢完全没有那个线性向量空间。这个你可以把它想成第二个叙述，可以想成是一个纯的矩阵理论，因为你定义那个正定的时候是不需要有向量空间这个东西，你就可以一个矩阵就可以定义什么叫正定，就是那两个条件。第一个它是 Hermition， omega 等于 omega star， 这是只要矩阵就好。然后第二个 x omega x star 都大于等于0，那这个也是只要有矩阵就好，不需要有向量空间，不需要有基底这个概念。好，那但是呢，证明这个呢？我们用线性代数，就是用向量空间，对，把它抽象化，然后呢来证明这个。
直接正可能也是可以的，就是说不要引进向量空间。不过我们用向量空间，先就是抽象化之后来证。好，所以第一个就是说 omega， 就是说我就考虑 V 呢是一个向量空间是 Fn， 好 F 是 Rn 或 C，F 是 R 或 C， 你可以想成 F 就是 Cn， 是 Fn， 然后定义这个一个 inner product An B 到 Bn， 就定义成 A1到 An 乘 omega， 然后再乘上 B1 的 bar 到 Bn 的 bar， 则这个呢是一个 inner product on 这个 V， 好，就这样定，因为 omega 是 positive definite， 所以它定义了一个 inner product 的结构，在 Fn 上。那我现在呢，我让V1到 Vn 现在取一个 orthogonal basis， 那这个 orthogonal basis 呢是存在性，是存在的。根据前面一个推论，或者说 Gram-Scmidt process， 都是我们说存在，你可以找得到 orthogonal basis。好，那则你可以把这个VI 呢写成AIJ 的 V 的 EJ，J 是从1到 N，AIJ 呢是等于 F， 然后呢 EJ 呢是那个标准基底。EJ 是标准基底，而且呢 ，VIVJ 的这个 VIVJ 的VIVJ 的 inner product 呢是等于反过来写好了，抱歉 ，EI 等于 VJ 好了。EI 的 AIJ 的 VJ， 这样写好像比较好一点。对，这样写比较好。好，就是反正是离组基底嘛。那我标准这个是标准基底，我可以把 V1 到 Vn 用标准基底展开来，我也可以反过来做。把 EI 呢用标准基用那个 orthonormal， 把标准基底用 orthonormal basis 展开。而且呢 ，EI、EJ 呢做内积会等于 AIK 的 VK， 还有 AJL 的 VL， 做内积 ，K 从1到 N，L 从1到 N， 做内积。然后因为 VK、VL、因为 V 到 Vn 是 orthonormal basis， 所以它等于 K 从1到 N， 那个只会 L 跟它一碰在一起，只有 K 等于 L 才会活下来，剩下都是0，所以它是 AIK 乘 AJK bar， 还加个 bar， 因为这系数提出来都要加，第二个系数要提出来，第二个变数的系数提出来要变 bar， 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EI、EJ 的这个矩阵，好，对，就先这样。
所以这告诉我们说，所以你从这个你就得到说 omega 呢就是 EI、EJ 这个矩阵，根据定义，那它等于 AA star，A 呢是 AIJ 的这个矩阵，所以这样子。所以你看 corollary 2呢，其实就是它等价于 orthonormal basis 的存在性。好，所以这告诉我们说，如何去完全去把一个inner 就是在有限维空间里面inner product 就是 matrix associated with 这个 inner product 的矩阵呢，都是长这样，都是 AA star 这样子。那这个 orthonormal basis 呢，还有什么好处呢？它可以帮助我们去写下，之前我们有讲这个 orthogonal projection 的公式。所以我让这个v 呢，还有这个一样 v inner product space。那这个有可能是无穷维的 ，W 在 V 是一个有限维的子空间。好，那我要讲的是orthogonal projection。那我们证明是什么呢？我们证明了，我们上次证明了什么呢？如果 V 是有限维，数学系，如果 V 是有限维，则 V 呢是可以写成有一个internal 的 direct sum，V 可以写成 W direct sum with W perp。W perp 就是在 W perp 就是它是在V 里面的元素跟 W 呢都垂直。有些我们有证明过这个。那我们用这个去构造出 orthogonal projection， 就是那所以呢，就是这个可以说，任何一个 V 在 V 可以写成orthogonal projection， 这个是在 W， 然后再加上 X 减掉 orthogonal projection。这个是在 W。好，那个时候呢，我们是假设 V 是有限维，然后去构造出它的 orthogonal projection。那现在我们有这个 orthonormal basis 的概念，那我们就可以不用假设 V 是。我们就可以不用假设 V 是有限维，就不需要用到这个定理，我们就可以直接构造那个 orthogonal projection。怎么构造呢？因为 W 是有限维的，所以呢，我可以取 W 是我可以在 W 里面取一组 orthonormal basis。
可以举例说 orthonormal basis。OK， 则这个 orthogonal projection 呢，一个 vector v， 然后打到 w 呢，它就可以是定义成是这个 v 跟 w1 做内积，然后乘上 w1 加 v 的 w2 加点点点，加上 v 跟 ws， 然后 ws， 好，然后你可以写成 sigma， 就是 i 从1到 s v 的 wi 乘上 wi， 就会是这个。那这个 projection 呢，则它就会满足两个性质。第一个，这个 orthogonal projection 呢，它会落在 W 里面，然后第二个是 V 减掉它以后，会跟 W 垂直。好，那你可以证明满足1跟2的条件的这样的向量只有一个，就是满足这个条件，就是只有一个，就是说如果y 在 W， 然后因为满足1跟2条件，就是说它这个向量在 W， 然后 v 减掉 y 以后要跟 W 垂直。这个则 y 呢就一定是 projection， 所以 y 也就是说是唯一的。好，不然的话，这是为什么？因为 y 减掉 projection 是受在 W 的，而且呢，它们的长度呢，自己跟自己的内积是0。因为这个东西，因为然后这个的平方会等于 y 会等于 y 减 v 加 v 减 projection wv， 然后呢 y 减掉 projection wv 做在一起。那这个 y 减 v 会落在 w per。那么 v 减这个也落在 W per， 然后这个是落在 W， 所以这个内积是0，所以它的长度是0，所以就 imply y 要等于这样子，所以这是唯一性。那注意到这个证明呢，这个构造 orthogonal projection 的方法呢，不需要用到 v 是有限维。但是 W 要有限，因为我们需要那个orthonormal basis 的存在性。其实 inner product 这个结构呢，最重要的就是要用来对付无穷维的时候，所以它任何的理论，其实在无穷维是更重要的。任何的叙述，你都希望它尽可能的不要假设有限。那如果要的话，你就要想，为什么我需要假设有限？所以你会发现，我这边我要假设有限维的唯一的那个原因，就是我需要有 orthonormal basis。好，所以这个是 orthogonal projection。那 orthogonal projection 呢？它是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线性变换，所以意思是说，W 在 V 呢是一个子空间。那我们 orthogonal projection 呢，就是一个映射从 V 送到 W， 那它是 V， 它是把 V 送到，然后它是 surjective 到 W。
那你可以这是，然后你可以假设说，你可以检查是说，第一个，这个是一个线性变换。好，你要检查它的线性变换，那你就是要检查，你要检查它线性变换的话，你就是要检查这个，你就是要检查 V1 加 V2 和 V1 加 V2， 它会满足。满足那个满足什么呢？满足这个方程式 y 减掉 v1 加 v2 会落在 w per， 然后呢 y 会落在 w 这样子。你想，我要写在这里，它会满足这两个向量都满足以下的方程式，就是 y 我可以用，就是满足 x 会落在 w， 然后呢 x 减掉 v1 加 v2 呢会落在 w per， 它都满足它满足这个方程式。那左边的说明就是说，满足这样方程式的向量呢只有一个而已。那这两个都满足的话，那它们两个就一定相同。好，所以这个是检查它为什么是线性映射，就是用这个方法检查。然后再这是加法可以拆开，然后有个系数积可以提出来，也是一样的证明。然后第二个，这个是 onto 到对不起啊，第二个是它的 image。image 是整个 W。第一个，它的 image 一定会落在 W 里面，那它会 surjective， 是因为它限制到 W 呢是 identity， 就是因为如果你的 x 呢在 W 的话 ，orthogonal projection of x 呢还是 x 它自己。好，那你一样就是因为满足这两个条件 ，x 在 W， 然后自己有限制0，当然跟 W 垂直。好，所以它是限制到 W 上是 identity， 所以意思就是说，限制到 W 呢是单位映射。好，然后你从1跟2呢，你就可以得到3。3就是说，它看成是线性，它看成是自己双方自己的线性映射，它的平方呢会等于它自己。因为这个是等于再合成这个。对不对？那你做一次 projection， 它变成在 W 里面，那再做一次 projection， 它作用在 image 已经是 identity， 所以这个作用在这个上面等于没有作用，所以就是它自己。所以3是显然，它会满足这个条件，平方以后是它自己。那所以呢，我们可以一般的我们可以谈这个 orthogonal projection 呢。它就是我们就可以给它另外一个刻画，所以我就给一个定义，一起介绍这个 projection， 它是一组特别的线性映射，这个定义。所以我们 T 呢是把 V 送到 V。V 有可能是无穷微，也有可能是有限微。
不假设它是有限维，线性变换。那我们说 T 呢是一个 projection。如果 t 平方等于 t， 那我们说 t 呢是一个 orthogonal projection。orthogonal projection。orthogonal projection 的话，意思就是说，它是长得像那个proj w 那个做出来的，所以。然后我把它写下来。if t 平方会等于 t， 也就是说它是 orthogonal projection 的话，就是说第一个它自己是一个 projection， 然后第二个还有一个条件就是image t 的 perp 会等于 kernel t。就是这两个条件 ，image 的 perp 会等于 kernel t。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如果 T 是一个 orthogonal projection， 则你很容易去检查 T 呢，一定就是 proj 的 W， 然后 W 是等于 image 的 T。它就是这个。然后反过来，如果 T 是 proj 的 W for some W 的话，则它会满足1，也会满足2。哎，等一下。这个好像有限维。而且这个是不是要有限维？有限维一定对。然后我想看，不要用维度，可不可以？不用维度这句话是不是对？好像就是说你这个 x 呢，它要写成是 tx 加 x 减 tx， 所以我要说它是 orthogonal projection 的话，就是我要说 t 是等于这个，好，那我就要说，我要说明这个，好，我要说这个，我要检查这个事情，那我就是说，我就是把所以任给一个 x 任给一个 v 在 v 里面，好，那我要说 tv 是 proj 这个，我要说的是，我要检查是 tv 要落在 w， 然后呢 v 减 tv 呢要落在 w 的 perp 里面。那现在 w 是 image 的 t，image 的 t， 好，那 image t 是因为它的 image t 是这个呢，它是会落在 kernel 的 t， 因为 t 平方等于 t， 所以你把它 t 一下，它就是0，所以它落在 kernel t。那 kernel t 会等于 image 的 perp， 所以它会落在这里，因为 w 是 image 的 t。第一个是根据定义，那第二个是根据2这个假设，还有2跟1啊。
所以这样没错。所以这样的话 ，TV 任给一个 V，TV 满足这两个条件，所以 TV 就是 Proj W。哦，根据因为它是唯一的嘛。好，所以这不需要那个有限维。那反之亦然，如果 T 是 Proj W 的话，则这两个会成立。因为如果 T 是 Proj 的 W for some W 的话，第一个成立，因为你检查过了。那第二个的话 ，image 的 T 就是 W 嘛，根据定 W per。那 kernel T 的话就是 Proj W 是等于0。Proj W 等于0的话，就若写为若Proj W 要等于0，Proj W 等于0的话，就是 V 要落在若写为若 V 要落在 W per 里面，对不对 ？V 要落在 W per 里面，那就是定义。所以一跟2也是定义。好，所以这个不需要假设它是有限的 ，V 是有限的。好，那你注意到你要注意到，如果我有线性变换满足这个条件的话呢，则它就是一个 orthogonal projection。那你注意到这个定义也不需要假设 W 是有限。就如果你存在的话，那个你不需要假设 image T 是有限，不需要。那只是对，不需要。但是这个定理，但是这个定义呢，没有告诉你任给一个 W， 我可以构造出这个定义没有告诉我们什么事情，没有告诉我们说任给一个 W， 那个 Proj W 呢是存在的，这个定义没有讲。这定义只有讲是说，如果 Proj W 存在，则 T 等于 Proj W 就满足这两个条件，我只有这样说。所以目前为止，我们要构造那个，你如果给一个 W 是子空间，我们要构造 Proj W 的话呢，我们还是要假设那个W 是有限的，就是 orthogonal projection 到 W 的话，还是要假设 W 是有限的。目前为止，但是呢 ，V 不用假设它是有限的。好，所以看一下这个有没有问题。好，所以这个是一个特别的那个线性映射，叫 orthogonal projection。那你会发现，如果它都根据定义，如果 V 是有限维的 ，V 是有限维的，则它的那个特征多项它的那个eigenvalue 全都是，这 eigenvalue 只能是0跟1而已，因为 T 平方等于 T。好，然后这个时候它可以被对角化成0跟1。好，所以这个是它的这是很简单的性质，我不写下来。好，那我们之前我有说过，这个 inner product 呢，它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它可以用来处理一些特别的无穷微空间。好，然后在那些无穷微空间呢，我们之前有的定理呢，都还是会存在。就譬如说那个我们现在记得到什么叫 Hilbert space。我们已经证明，我们是说，如果 V 是有限维，则就是说，我现在有一个这个 V 还是一样 ，V 是 inner product space。好，那如果呢 V 是有限维的，我们有这个 V 呢会用这个 inner product 呢，它会 V 会可以 identify with 它的 due。
经说 V 可以 identify with 它的 dual via 这个 map， 从 V 送到 LV，LV 是把 X 送到 X 跟 V 做内积。好，那无穷微的时候呢，这个事情呢就不见得正确。好，那什么样的条件之下呢，这个事情呢还会正确呢？我们就需要我们这个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这个条件这个 isomorphism 还会存在呢？就是那种Hilbert space。所以呢，我们要介绍一些很特殊的无穷微空间，无穷微的这个inner product space 叫做 Hilbert space。那这个呢，应该是这是最常用的，就是无穷微现代。然后你要研究无穷微现代，因为它如果是无穷微，你几乎没有工具可以研究，因为最重要的不变量就是维度嘛。那如果你没有维度，那就等于什么都没有了。你没有维度就不能谈特征多项式，你不是有限维就不能谈特征多项式，也不能谈eigenvalue eigenvalue 可以谈，但是呢特征多项式就没有。那你一旦没有特征多项式的工具，就很多就都没有，很多定理就没有了。像对角化你要怎么谈这样子，你就不容易讲。对，那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幸运的是在实用上。那个无穷微要用到，你要实用上要用到无穷微的现代呢，通常都会有一个 inner product 的结构。好，譬如说像刚刚我们举的例子，就是那个连续函数，实数上的连续函数呢，它有个 inner， 就是从负派到派的连续函数，它有个 inner product 结构，就是那个积分。啊，可是呢，它是无穷微。不过它不是 Hilbert space， 好像还不是。好，过没久我们先定义什么叫做 Hilbert space。所以在这之前呢，我先定义，反正就是先定义微积分里面那个柯西数列。在这个情况之下，柯西数列你们已经定义过了嘛，所以我可以写，就一模一样，完全没有变，所以没有什么特别的。A sequence of vectors x1 到x2 xn 在 V 里面是 is a Gaussian sequence if 是一个柯西数列，如果定义都一模一样，所以你用猜就可以猜得出来。对任何的 epsilon 大于0，存在一个 n 大于0，使得说 xn 减 xm 的长度是小于 epsilon， 对所有的 n m 都大于 n。好，现在是不是跟那个一模一样？跟在微积分学的一模一样？只是微积分是什么？是这个是实数，然后呢，你有个绝对值。我现在只把绝对值1根换成2根了，对不对？一模一样，所以应该是可以马上接受它的。好，这是定义1，柯西数列。2，一个 inner product 的 space 是一个 Hilbert space， 希尔伯特空间。任何的柯西数列都会收敛。
converge to a vector in V。那英文是这样子写，那意思就那数学语言就是说，如果 xn 是一个柯西数列，在 V 里面的柯西数列，则存在 x 在 V， 使得说这个极限 x 减 xn， 好，这是一个数字哦，这是实数，复数了，复数或实数，实数，对不起，这是实数，因为是长度嘛，它是实数，所以呢，这个是0，实数取极限是0，这个有学过。实数的序列极限是0或不是0，这个有学过。好，那意思就是说，这个 Hilbert space 呢，它是就是你们在学过，你们微积分有学过实数的完备性，那这就是向量空间的完备性，那就一模一样。就是一模一样。那从定义和三角不等式，这个如果这是一个柯西数列，则这个极限，则这个 x， 如果 x 是柯西数列，而且 V 是一个in V， 而且 V 是一个 Hilbert space。则这个x 呢，则这个 x 呢存在，而且唯一。比如说把这个叫做 star， 则 x 呢满足 star 这个条件。存在而且是唯一的。那我们这时候我们就会写成 x 是写成是 limit x， 这个在 V 里面。好，那我们下次呢就会说明，就会证明，如果是 Hilbert space 的话，如果是 Hilbert space， 这时候它有这个，你看它有这个极限的概念，所以呢，我们可以考虑到上面的，然后我们可以考虑到上面的 linear function 哦。可是呢，你考虑所有的 linear function 太多了，所以我们变成是要考虑它上面的那种连续的 linear function， 它是连续函数。那如果是那种连续函数的，就是叫 bounded 的 linear function， 那 bounded linear function 的就会 isomorphic 到 V 自己，这就叫那个 Ritz 有限定理，下次就会证明，下次证明这个。